我和嫡姐同天出嫁，我嫁的是永安侯府谢世子，可他嫁残暴嗜血的摄政王。可一朝暴雨，我们却被困在了这荒野破庙。直到他亲手递来一杯热茶，昏迷之时，嫡姐坐着我的花轿绝尘而去。小姐，摄政王残暴嗜血，大小姐顶魂逃走，我们全都要陪葬啊！要是那天娶的是你嫡姐就好了。老天都帮我，你凭什么拦着？你看我代替姐姐嫁给摄政王如何？小姐，那怎么能行？您不是从小就念叨着要嫁给谢世子吗？是啊，从小我便盼着嫁给谢灵春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太天真，错把豺狼当良人。小姐，谢世子一定不知道花轿里换了人，我现在带你去找他，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，上辈子我把花轿换了回来，可嫡姐婚后不过半年便郁郁而终，而谢希尘便替她守起了孝，再也没碰过我。肚子不争气。你嫡姐终究是因我而死，我替她守孝3年并不过分，你连3年都忍不了吗？还是说你就如此饥渴？苏苏，苏苏，算了，既然姐姐那么想嫁谢灵川，便遂了她的愿吧。小姐，您当真舍得吗？那可是您盼了一辈子的人啊！没什么舍不得的，我只想为自己而活罢了。一定是谢世子发现新娘弄错了，所以特意来接小姐您的。在下陆昭，奉摄政王之命，特来迎接王妃入府。摄政王他怎么在这儿？为何要隐姓埋名，亲自来接我这个冒牌王妃？摄政王居然不亲自迎婚，小姐，你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去摄政王府，都比嫁给谢灵栓强。在下谢灵春，接亲途中车轮陷入泥坑，能否请阁下帮个忙？王妃，您看，兰华，你怎么会在摄政王府的马车里？我是未来的摄政王妃，坐摄政王府的马车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倒是谢公子不赶紧把马车弄出来，不怕耽误了吉时，惹得嫡姐不快。妹妹，我知道你怪我，可我和林川是真心相爱的，求你成全我们好不好？这件事你不要怪你姐姐，都是天意。陆大人，想必谢世子不需要我们帮助，我们走吧，别耽误了入府的吉时。遵王妃之命，启程。他怎么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？从前他明明最是温顺，对我言听计从的。前面山路泥泞，难以前行，我先去探路。王妃在此等候片刻。温郎华，你别以为嫁给了摄政王就能压我一头，你不过是个卑贱的庶女，摄政王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喜欢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？我劝你识趣点儿，不如趁早自我了断，这样一来，既能成全我和林川，还能给温家留个好名声。姐姐设计害我，强行和我换花轿的时候，怎么不考虑家里的名声？
姐姐不该抢了你的婚事，只是我此生只爱林川，绝不愿嫁给摄政王。素素，千万别伤害自己。温郎华，素素一向良善，你到底说了什么？竟然逼得她寻死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盖头下是你姐姐，是我求着素素嫁给我的，与她无关。郎华，我希望你快快长大，这样就能娶你回家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。既然如此，那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妹妹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爱林川了。温郎华，温郎华，你有气朝我撒！素素从前是最心疼你的，如今不过是被逼无奈才抢了你的婚事，你凭什么这么对她？最心疼我，是把他不要的旧衣裳赏给我算心疼，还是把我的学业拿去交斋算心疼？你谢灵春明明一清二楚，现在你却有脸跟我说他最心疼我。算了，反正从今往后，我与你们再无任何瓜葛。慢着，把你的嫁衣脱下来给你姐姐，她的弄脏了，等会儿回府被人瞧见了不好。放开！凭什么？嬷嬷，帮大小姐脱衣。穿上这个，我悄悄带你离开。等风声过去了，我会纳你为妾。谢灵川，我何时说过要嫁给你？温兰华，难道你想当那第三个暴毙而亡的王妃吗？听话，就算是妾位，总比你去摄政王身边送死强。姐夫，请自重，以后我的事与你无关。不可能，我答应过你娘，会永远的保护你。保护我，像上一世那样，看着我在侯府内院受尽折磨，你却坐视不管，冷眼相待吗？兰华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惠世子，大小姐这是气急犯了，需要出子血做药才能治。兰华，你再忍忍，就当是还了当年我在湖里救你的恩情。给他止血。王妃怎么弄得如此狼狈？还有这伤是怎么回事？是谢灵川为了救我嫡姐割伤的。你倒是诚实。不敢隐瞒王爷，换嫁一事，小女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王爷介意，可以把我送到道观。娶亲很麻烦，有这一次就够了。笑得真开心，上辈子我也这样笑过。温郎华，没想到你嫁给摄政王，竟然还没死。是啊，摄政王待我极好，这还得多谢姐姐把婚事让给我呢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摄政王怎么不陪你回门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今天独自回门，就是想博取林川的同情，好让他纳你入府当平妻。
你别怪妹妹，她恨我是应该的。道歉，否则你知道我的手段。既然二小姐不知道规矩，你们便教教她。谢凌川，你明明知道我最怕水。素素也怕水。狼华，你太倔强，也太善妒。若是不磨一磨，日后若是进了谢家的门，岂不是要欺负素素？以后要乖乖的，明白吗？这是易容丹，吃了之后便会换一个模样。到时我偷偷带你入府，让你陪在我身边。林川，摄政王身边能人异术众多，这易容丹恐怕容易被人察觉。那素素有何好办法？林川，只有真正的毁了妹妹的脸，摄政王才不会察觉。就算日后察觉了，也绝对不会为了一个毁容的庶女，与咱们谢家为难。林川，我也心疼妹妹，可我也是为了咱们以后能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你一向能忍，就为我忍这最后一次如何？谢清川，我真恨你！狼华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真是好大的狗胆，竟然动本王的王妃！没事吧？陆昭，他竟然没有戴面具，就不怕被别人认出来吗？我没事。别人怎么伤你的，你就怎么伤回去。陆昭，你不过是个低贱的护卫，竟敢以下犯上，伤了本世子！妹妹，我知道你恨我抢了你的姻缘，但你也不能因此伤害林川啊！他为了能把你从摄政王府那个地狱里救出来，可是费尽了心思。大姑娘说的是啊，二小姐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可不是吗？谢世子刚才确实说是为了二小姐好，二小姐居然由着一个随从对世子动手。费尽了心思，谢凌川所谓的费尽心思，就是毁了我的脸，让我进谢府，当一个不见天日的妾室吗？兰华，我那都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啊！听你的意思，原本是该你嫁进摄政王府吧？你偷换了你妹妹的姻缘，现在倒是摆出一副好心的模样。天啊，原来花轿是大小姐自己要换的，那大小姐刚才还说的那么大义凛然。在下已经好多年不曾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了。我们三个人的事与你何干？你不过是一个侍卫而已，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在温家祠堂对我们指手画脚？世子和大小姐莫不是聋了？刚才这位陆大人进门时，分明自称本王，还喊二小姐王妃啊！感情之前陆兆进门的那句话，他们是压根没有听见啊，居然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侍卫。你们伤了我的人，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兰华，你就算为了气我，也不能随便找个男人这般演戏。你自幼清高，如今竟然自甘堕落，在一个低贱侍卫怀里曲意抚迎。你身为温家女儿，竟然在你的名声和清白，难道你都统统不要了吗？是啊，妹妹，虽说你已经进了摄政王府，在那位手中活命，想必早就没了清白，但那到底是被逼无奈，家里人都能体谅你的苦衷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在今天这种日子，跟一个侍卫搂搂抱抱，你这般不知检点，你让林川的脸往哪里搁啊？你给我过来！我不准你再碰他！跟我回去！
谢世子，请自重。自重？温郎华，你我青梅竹马多年，今日你居然为了个卑贱的侍卫，让我自重！谢世子，你是高高在上的侯府世子，而我不过是温家的一个卑微庶女，你我尊卑有别，何来青梅竹马一说？若非要论什么交情，也不过是早年间你我恰巧在一起读过3年的书而已，那只是同窗之谊，还请谢世子莫要自作多情，坏了本王妃的清誉。就因为他，温郎华，你竟然为了这么个低贱的小白脸，所以才不愿意嫁给我？谢世子，你这话问的实在奇怪。嫁给你？你现在不是已经娶了我的嫡姐，成了我的姐夫吗？谢世子还想娶我，这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戳你的脊梁骨。我说过，我可以纳你入府，我会给你名分，会护着你，不让你在那魔窟里送死。谢灵斋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着高高在上的摄政王妃不当，甘愿进你谢家的门，去当一个低人一等的妾室？你是觉得你侯府的门槛比摄政王府高，还是觉得我温郎华这辈子就只配给你当个见不得光的小妾？那怎么能一样？郎华，我那是为了保你的命。妹妹，林川也是一番好意，他总归是怜惜你。但既然你已经变了心，铁了心要跟这个来路不明的男人私奔，不惜自甘堕落罢了。身为嫡姐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寻死觅活。你既然这么选，做姐姐的也会祝福你。姐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坐的是摄政王府的马车，回的是温家的正门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要私奔？你们都听好了，今日之事是二小姐自己执意要跟着这侍卫走，与谢家无关，更与温家无关。往后她在外面是生是死，是荣是辱，皆是她咎由自取。温家当真是养了个好女儿，这张脸皮修炼的刀枪不入，让在下佩服至极。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本世子还没跟你算账，你还敢说话？你不过一个小小侍卫，刚才竟敢伤本世子！哼！郎华，你看看清楚，这京城到底是谁的地盘？只要你现在服软，然后跟我走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郎华，哪怕你已经是残花败柳，往后余生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。谢世子，这种令人作呕的话，你还是留给你的世子妃听吧。是啊，妹妹，虽然进了侯府，你只是个妾室，但你我到底是亲姐妹，身上流着一样的血。我这个做姐姐的，以后定然不会亏待了你。进了家门，姐姐自然会像当年照顾你娘亲一样，好生照拂你的。好一个照拂！姐姐是打算也用那些见不得光的法子，让我莫名其妙的暴毙在侯府后院。谢临川，我也真的好奇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温郎华，你什么意思？本世子是在给你生路。谢临川，你听好了，我温郎华就算这辈子嫁给贩夫走卒，草草一生，也绝不入你永安侯府去当你那个妾室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疯女人，竟敢折辱我！给我动手，杀了那个男的，把二小姐给我绑回去！别怕，是啊，他可是前世杀人如麻，凭一己之力镇压朝堂的摄政王。有他在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陆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可是永安侯府嫡出的世子！永安侯世子，区永安侯世子，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！你是摄政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温家传回的情报上明明说，摄政王是个年过40、戴着银面具的魁梧男人。
你这种只会躲在女人怀里的小白脸，怎么可能是摄政王？哼，好一个陆兆，你真是狗胆包天，竟然连大顺朝的摄政王也敢假装。狼华，这就是你找的男人？为了活命，竟然敢伪造亲王身份，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！灭九族，谢道士提醒本王了。你以为穿一身黑皮就能变凤凰了？等本世子把你押进大牢，我会让你知道这王字到底怎么写。谢灵川，你若知道此时我身边的人到底是谁，你还笑得出来吗？你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银面具吗？狼华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被这侍卫蛊惑，没想到你为了气我，竟然如此大费周章，连面具都准备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倒是难为你的一番苦心。假的就是假的，哪怕做的再像，也成不了真龙。陆兆，说吧，狼华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陪他演这出掉脑袋的戏？只要你现在跪地认罪，我侯府出双倍的价钱买你的命。原来直到现在，他们还是不肯相信陆兆的真实身份。这就是你一开始要嫁的如意郎君。温郎华，你的眼光还真是让本王叹为观止。这蠢货死到临头都不知道。别说了，我当年是瞎了眼，竟然会觉得谢灵川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陆兆，谈好了吗？本世子给你的价钱足够你下半辈子吃喝不愁。死人了！摄政王殿下，您怎么在这里？父亲，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你在怪谁啊？他叫陆兆，是个下人，怎么可能是那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？臣温长海参见王爷。臣不知王爷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，求王爷恕罪，求王爷饶命。本王还以为你们整个温家的人都是瞎子呢，总算这温府里还剩一个识货的。温大人，别紧张，本王今日陪王妃回门本是喜事，可没成想温府这些人胆大包天，不仅阻止本王进门，言语轻辱，甚至还意图行刺本王。你说这账该怎么算？王爷，臣万死不敢，这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本王还听说了一桩更有趣的误会。本王原本的新娘本该是温府的大小姐，结果你女儿竟敢私自换了花轿，连累的本王如今的王妃成了个庶女。温大人，你说本王该如何处置这欺君罔上之罪？父亲，你打我！当初换妻一事，你也是点头同意的。若没你的手感，我怎么敢？王爷，您放心，您娶的一直都是温府名正言顺的大小姐。从今天起，温府只有温郎华一个大小姐，那个孽障不配姓温。臣回府后立马让人将王妃的名字记入族谱嫡系，她才是温家唯一的千金。温大人，你以为改个图谱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方才你那个好女儿可是想亲手毁了王妃的脸，甚至还打算逼她嫁进侯府去做妾呢。你说这笔账，本王该怎么算？王爷，方才的事都是臣一时糊涂，请王爷宽恕。看在王妃，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本王若是直接杀了，未免太无趣。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？谢世子，我这个人一向是有仇报仇。你方才想用这东西在我脸上留下烙印，毁了我的清白。现在我要一模一样的还回去，这很公平，对吧？狼华，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是不明白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脱离王府。别演了，谢灵川，你根本不是真心想帮我，你只是不甘心。你只是不甘心，我这个从前任你摆布的附属，
如今竟然成了别人的王妃，爬到了你头上。好，若是这能让你消气，若是这是你想要的，那你便来吧。我谢凌晨绝不躲闪。谢凌川，你真让人作呕。脏了你的手，本王替你。凌川，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这个，你亲自动手。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妹妹，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父亲救我，救我呀！我兰花，你这个丧门星，你竟敢这么害我的素素！我跟你拼了！功夫，竟敢对摄政王妃无礼！你是想拉着全族一起陪葬吗？王爷、王妃，这逆子与疯妇污了您的眼，臣已在前院备下佳肴，请二妃移步用膳。这一次回门，我得到了前世想都不敢想的一切。温庶子毁了，谢凌川废了，连父亲都要看我眼色，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我身边这个男人。王妃，本王还以为你胆子大得很呢，在祠堂拿烙铁时像只野狼，怎么一上马车就缩成小绵羊了？那天破庙第一眼，你便认出来本王的身份了吧？是。很好，本王一向喜欢诚实的人，希望你能一直保持下去。毕竟，对本王撒谎的下场，你是见过的。长安城中，见过本王真面目的人，大多已成了冢中枯骨。你是如何在那破庙一眼认出本王的？我该怎么说？难道要告诉他，我死过一回，死后灵魂不散，曾在他登基称帝的龙椅旁守了很久？若说出重生之事，他定会把我当成妖孽。更何况这一世，他若是知道我窥见了未来的地位，绝不会留我活口。不想说便罢，本王没兴趣逼一个女人。本王最近有要事处理，府内钟会、账目及一切琐事，皆交托于你。王爷，这些都交给我？王爷竟然将府尹令牌都给了您，老奴参见王妃，请王妃示下。王爷回府就消失，却把家底都给了这新王妃，看来传闻也不尽信啊。前世在谢家，我日夜钻研管家之法，平衡各房势力。那时候，哪怕是1两银子的出入，都要被谢家的婆子们冷嘲热讽半天。王妃，这是府内各处庄子的进项，请您过目，若有不妥，老奴立刻去办。管家，西街那间铺子的掌柜没说账目报不上来。回王妃，王爷临走前吩咐过，见令牌如见他本人，谁敢在您面前耍心眼儿，那是活腻了。这花园的修剪比前几日冰整了许多。谢王妃夸奖，奴定当尽心，不敢出半点差错。小姐，您瞧，这王府里的下人竟跟木头人似的听话，奴婢还以为换了个新主娘，他们总要给点脸色瞧瞧，就像以前。王爷治府严明，岂是寻常人家可比的？没有下人的使绊子，没有冷言冷语，我处理的竟然如此顺利，甚至格外的轻松。这种日子安稳的让我以为自己是不是还在做一场不切实际的梦。小姐，京城变天了，谢世子和大小姐出大事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谢家怎么了？永安侯为了保住头上的爵位，直接下了狠手。他公开发文，把谢灵川从族谱里除名，直接赶出侯府了。谢灵川自诩侯府世子，如今
竟落得个被弃如屁鲁的下场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听说长安城的几位权贵都在施压，谢世子出了城就销声匿迹了，生死不明。没了侯府的个壳，他什么也不是。那温素素呢？我的那位好嫡姐，想必此时正在哭天抢地吧？他也没机会哭了。他被毁容后，老爷怕被牵连，亲手灌了他一杯毒酒，人已经一命呜呼了。亲手灌的，我那位父亲还真是够狠。不光如此，温家主母也直接被老爷写了休书扔了出去。还有，小姐您的亲生母亲已经被老爷追封为平妻，进入正统了。嫡姐命丧生父之手，生母证明我求而不得的一切，竟在这几日间全变了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王妃今日这般阵仗，是在慰劳本王。陆丈，这些菜是我亲手做的，谢谢你为我母亲做的一切。谢礼，本王收下了。谢灵川废了，温家倒了，母亲证明了，我以为这一世终于可以圆满了。王妃，方才有人在侧门丢下一封信，指明要交由您亲解。王妃，信上可是说了什么要紧事？这字迹，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，是谢灵传。谢灵传，他不是已经被赶出京城，销声匿迹了吗？他竟还敢给您写信？他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。伯母，您放心，我谢灵川今日在此立誓，此生定不负郎华，我会护他一世安稳，绝不让他受半分委屈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当年母亲是因为听了他的誓言才安心离去的。他以为这个少年会给我一辈子的幸福，可母亲错估了人心。当年的誓言是真的，可后来的那份辜负也是真的。王妃，这摆明了是陷阱，您万万不可只身犯险呐！王妃，谢世子此举定是想利用老夫人的旧物引您出府。您若真的去了，那就是正中他的下怀呀！我不去。王妃明智，可那竟就是老夫人的遗物。父亲这一辈子过得太苦，若他老人家在世，也绝不会希望我为了区区一件遗物，就去以身犯险，毁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。真是奇了，王妃。自从前几日那封信后，城外凉亭那边一直没动静，府门外也再没收到过任何莫名其妙的信件。没再送了？是，老奴派人盯着，连谢灵川的一根汗毛都没瞧见。想必是他瞧着这一招没管用，暂时消停了。这种不甘心的试探，谢灵川最是在行。王妃，王爷已经连着3个晚上没合眼了，朝中动荡，边关告急，王爷最近实在是忙得脚不沾地。他这样熬着，身子怎么受得了？本还惦记着谢灵那桩烂事儿，可瞧着陆茂这般辛苦，我竟把那封信的事给彻底抛到脑后了。王爷在为天下操劳，王妃您稳住这后方，便是对王爷最大的帮衬。去，把这汤送去。谢灵川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，随他去吧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哎，王妃，这账目你已经看了一上午了，快歇歇脚，这是刚下来的明前龙井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！兰华，你终于醒了。谢庆川，敢掳走摄政王妃，你不要命了？要命！祠堂那天被你和陆兆那个畜生毁了脸，我谢灵纯就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。从那天看到你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，我便彻底疯了。兰华，你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破庙被换亲后，你才没有像前世一闹着要把花轿换回来。
因为你恨我，你早就知道后来的事了。我也变了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我娶的人是你，我们谢家繁华四季，你我琴瑟和鸣，恩爱了整整50年。琴瑟和鸣，谢灵川，梦里的你，怕是到死都在后悔没娶到温素素吧？梦里的生活不是圆满，是让你抱憾终生了。所以这一世，我顺了你的心愿，让你如愿以偿的娶了她。谢灵川，我成全了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没有，那是梦，那梦里的全是胡话。兰华，你别信那些，那并不是我的真心。我爱的一直都是你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变过。可是谢其川，我不爱你了。你若是不想死，就赶紧趁现在还没出地界把我送回去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王爷。别说这些气话，我们马上就要到南边了。你从前不是最喜欢南方的气候吗？说那里四季如春，再也不用受冻。谢灵川，你听清楚，我不爱你了，一分一毫都没有。勉强是没有结果的，你掳走我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不，兰花，你说谎！我从小青梅竹马，本就该是这世间最亲密的夫妻。前世是天意弄人，今生是步履走差。我现在冒着砍头的风险把你带出来，不过是在拨乱反正，不过是想回到原位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到底有什么错？兰花，死心吧！你以为那个陆兆真的爱你？你以为他会来救你？别做梦了！朝堂动荡，他身为摄政王，此时正为了那把椅子忙得焦头烂额。他自顾不暇，哪还有空管你这一个冒牌王妃的死活？他管不管我，都掩盖不了你是个卑劣小人的事实。本王的事还不劳你费心。陆兆，我在这里，陆兆。温良华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跟他走？陆兆是我的夫君，我自然信他。你不要再做傻事了！你以为你能走得掉吗？陆兆既然自诩深情，那今日就让我亲眼试试，他是不是真的像你以为的那样爱你。谢林川，放开他！陆兆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谢灵川，放了他！本王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饶我不死！陆兆，你觉得我现在还在乎这条命吗？杀了我吧，杀了我，正好让我和郎华一起下黄泉，重做那一世没做成的一生夫妻。你想怎么样？这把刀当初在温家祠堂伤了我，毁了我的一切。陆兆，你若是真的爱他，愿意为他舍命，只要你愿意现在拔刀自刎，我就放了他，如何？王爷，万万不可！你千金之躯，怎能为了一个女人受着贼贼的要挟？下何处无芳草？王爷，你若倒下，咱们整个王府就全完了！求王爷三思啊！陆兆，你不能听他的，你不能为了我！哈哈，听见了吗？连他都觉得你不值。可陆兆，你敢赌吗？王爷，不可！谢林川，你说话可算话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陆兆，动手啊！谢林川，记着你的话。老黄，老黄！保护王爷王妃，射击！温郎华，你宁愿死，也要跟他在一起吗？宁愿死，也不舍得他受半点伤害。是，我不愿意看见他受一点伤害。你就那么爱他，温良华？你就为了这么个认识没几天的男人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？是，我爱他。
你就能保证他这一世不会负你吗？像这种杀人如麻的魔头，他若变了心，你会比前世更惨，你会重蹈覆辙，就像上辈子的我们一样。本王跟你这种虚伪至极的废物不一样。兰华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陆兆他这种人，他根本没有心。我相信他。我相信他，你竟然说我相信他！温兰华，你好狠的心！为什么这一世，你为什么连一次，哪怕一次都不肯信我？来人，把他安葬。是，王爷。陆兆，其实有些事，其实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个小姑娘一直缠着我哭。你梦里的那个小姑娘，她一直在哭吗？是啊，哭得很凶。她说她错把豺狼当良人，说她命苦，说她不甘心。本王在那梦里一直很冷漠，我本以为本王是看不见她的，可后来才发现，那些声音，每一个字都钻进了本王心里。原来你竟然能看见。所以那天在破庙，你才会隐姓埋名亲自去接亲，是因为那个梦，你才想去看看梦里那个一直哭的小姑娘是不是真的存在。本王总在想，那个整日缠着本王哭的小姑娘到底是什么模样。所以破庙那天，本王便想着亲自去试试运气。还好本王的运气不错，你真的在那儿。前世你坐在那冷冰冰的位子上，真的很冷漠，我怎么哭你都跟没听见一样。那小姑娘求了一生，求而不得，死不瞑目，便请道长施法成全了她吧。王爷，这可是您的一生功德，您杀伐果断才换来的万世基业，若用来逆天改命，您将万劫不复。一旦他重生，您与他的生死便绑在一起了。他死，您亦不得好活，这样您也愿意？求之不得。北狄在这个时候来人，分明是看准了新朝纲例，根基不稳啊！是啊，陛下刚登基，8成不好应付。我北狄大王说了，听闻皇后娘娘出身庶族，恐难服众。皇后乃一国之母，当由贵女居之。我北狄愿以狄公主和亲，嫁与陛下为妃。只要陛下应允，北狄愿世代称臣，永不犯边。陛下，您说呢？你方才让朕纳你北狄公主为妃，正是。这是我北狄大王给陛下天大的面子，朕不需要这个面子。陛下，我北狄代价20万，若是因为一个庶出女子而伤了两国何苦？20万？朕的江山代价100万，你拿区区20万就敢来威胁朕？陛下误会了，我北狄是大部落，此次是带着诚意来议和。你的诚意就是当着朕的面羞辱朕的皇后。来人，将这个出言不逊的使臣拖出去。陛下，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，何况我北狄是来议和的？陛下如此行事，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谁说朕要斩你了？朕只是觉得你站着跟朕的皇后说话不太顺眼，让她跪着回话。我乃北狄使臣，代表的是北狄大王。陛下这般折辱于我，便等同于折辱我整个北狄。折辱？你站在朕的大殿上，当着朕的面让朕纳妾，还敢说朕的皇后不配，这才是折辱。温郎华是朕的皇后，你北狄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让她受半分委屈？前世我在谢家
被婆母搓磨，被谢清川冷眼相对。那时候从没一个人替我说过一句话，而现在陆兆当着这满朝文武的面，把朕的皇后4个字说得这般掷地有声。户部尚书，拟旨北狄的岁贡从今天起翻3倍。陛下，3倍，这怕是会让北狄狗急跳墙。你有意见？臣不敢，臣遵旨。传朕旨意，命镇北大将军率30万大军即刻开赴北境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北境正值寒冬，此时调动30万大军，粮草运输艰难，出兵恐怕……朕没说要打，只是让30万大军去边境演练演练。朕要让北狄大王好好看看，什么才叫带甲100万。陛下三思啊！我北狄是诚心议和，绝无冒犯大国之意。陛下何必会如此兴师动众？诚心？你若是诚心议和，就该规规矩矩递上国书，恭恭敬尊她一声皇后娘娘，而不是站在朕的金銮殿上口出狂言，让朕废后。回去告诉你们大王，北狄的公主，朕一个都不稀罕。北狄那所谓的20万铁骑，朕也正等着他来打。但他今天让朕的皇后受了1分委屈，朕就让他1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拖出去！手怎么这么凉？妾身方才可是被陛下那股威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呢。朕看你不是吓得不敢出气，朕看你方才慢条斯理喝茶的样子，分明是在这养心殿里看大戏。陛下这一会儿雷霆万阖，一会儿又放声大笑。皇后娘娘才是天下最厉害的人，能在这位野火头上逗她笑的，古往今来就这一位。北狄的事真的要打吗？不打，但朕要让北狄那个大王知道，他今天那句话足够他做半年的噩梦。其实方才那个使臣说的也不算全错，在大顺朝的法度里，我确实只是温家的一个庶出女儿。温郎华，朕娶你从来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嫡女还是庶女，朕娶你是因为在那座破庙里，那个即便被换了花轿，也依然能安安静静等着雨停的姑娘。你是朕等了2辈子才终于抢回来的那个人。别说是一个什么北狄公主，即便这天上真的下凡个仙女来，在朕眼里也及不上你半分，朕绝对不换。陆昭，你这辈子不准比我先死，你要一直护着我。好，朕答应你。北狄冒犯天威，罪该万死。今日臣带降书入朝，愿世代称臣，永不犯边。臣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皇后，这北狄大王亲自给你磕头认错，你心里可还满意？还行。哈哈哈哈哈。